要从头讲贝洛伯格的音乐，那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你可能不敢相信。在它只有一些设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象和创作这个世界的音乐了。贝洛伯格是崩坏星空铁道中玩家通过星际列车跃迁到的第一个世界，有着欧式的建筑风格。上海有些地方的建筑也有点欧洲的那种意思，但是大都市街上的人给我感觉都挺忙碌的。在欧洲的街头上会有那种街头乐队，当你经过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可以慢下来，那种感觉就好像小时候我们放学在大街上疯跑，经过小饭馆、小卖部那种很有烟火气的氛围，让我有很多的想象空间。生活中的观察和感受对音乐创作来说帮助是很大的。桂林路到了。当我有想法的时候，习惯是忍住先别去动手，因为一上手就很容易被很多具体的方法论束缚。别人都约好时间了，感觉要迟到，所以我会花很长时间在脑子里先去构想。这可能是在吃饭的时候，也可能是在上下班的时候。直到某一个点，我知道我很快能成型一个东西，就会坐到电脑前面，把整首曲子搭出来。想是想不清楚的，反正我是动手派，反正需求来了我就先做，做出来就知道行不行了。不对的话也排除了一个错误选项。团队创作就是这样嘛，各司其职，又能取长补短，每个人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一些想象啊和想法呀注入其中。为了做出更好的内容，肯定会有非常多的修改和试错。希尔的 PV 在例会那一块我们改了很多次，这些修改都是必要的、值得的、有价值的。那时候我们游戏还在很早期的阶段，大家都希望把它做到最完美的样子。对于我们音乐来说也是一样的，所以在我们游戏制作的不同阶段，我们会对它进行很多的修改和调整。这个推翻重来都是基本常态，大家都是希望它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会思考这么一件事，就好比贝洛伯格的人看到主角团就好像看到外星人一样，那么在他们的眼中，贝洛伯格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呢？他们看到的就是那种欧式建筑，与之匹配的一定不是空间站的那种电子科幻的风格，它应该就是欧洲的音乐风格才对。这是一座被冰雪包围的城市，那么我们到底是表现贝洛伯格的这种峻冷和孤单，还是倾向一种醇厚与希望？在当时我们很难达成一致，讨论其实挺激烈的。经过几轮讨论呢，我们都希望做一个有人味儿、有烟火气的音乐，去烘托贝洛伯格的这个城市氛围，会让冰冷的贝洛伯格有一种温暖的反差。我们生活中不就是这样的吗？你那首曲子出来的时候，我一听就感觉它具备一个做主题的这样的素质。但是其实最开始的版本旋律性还不够强，我们一直去反复的调整它，去丰富它，才有了最后这版主题。在配器上呢，我们没有使用大交响乐团的方式，更希望用小编制的乐队去凸显旋律的精巧，还有演奏上的细节。相对简单的组合呢，也会让旋律更有叙事性。于是我们邀请到了小提琴家Daniel Hope。他
他的演奏风格呢，经常会有一些随性的、自由的演奏在里面。这种东西会让我们的音乐听起来更加有街头音乐的感觉。在上城区，其实整体上我们还是用一些更清冷古典的音乐来表达整个上城区的氛围啊，也是为了玩家在平时的时候有更好的游戏体验，更轻松一些。这座堡垒也是大守护者的住处。大守护者就是由筑城者推举任命的贝洛伯格领袖。音乐与剧情的结合是我们在创作中非常重视的部分。当我们开始设计下城区的音乐的时候，其实我这边都已经完成了很久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提交，就是觉得哪里还差点意思。当时下城区的场景美术还没有完全定下来啊，我看到主线中有孩子捉迷藏的这么一个桥段，我就想象在黑暗的矿洞里，有那种发着蓝色荧光的矿石，一堆小孩在看不清路的乱跑。中间有一个狗头人老人躺在那儿睡觉，旁边还放着一把锄头，就想象着这个画面，我脑子里就出现了那么一段旋律，我就赶紧拿手机，我就给它录下来。有时候灵感就好像砸到牛顿头上那个苹果，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会砸下来。苹果这不就砸下来了吗？一开始我也是尴尬的不行了，虽然变调了，我还是知道那是我自己的声音嘛。不过后来我也没凹过一番。如果你放下尴尬再听这个东西，它确实是特别合适的。这为艺术做点牺牲也很正常。人物 PV 的主题相对来说会清晰一点，比如希尔的 PV， 因为那个 PV 里面除了希尔还有博罗尼亚，然后怎么把他们串起来就问题比较大，因为希尔本来就比较张扬嘛，然后博罗尼亚比较优雅一点。所以想了很久之后，我决定用长笛去把它们串起来。长笛这个乐器，它可以吹得很funk，可以很张扬，然后也可以很优雅。博罗尼亚出场的时候，我选择了一段钢琴作为 solo 乐器，然后展示博罗尼亚。最后一段就选择了一个电声乐队为主体，然后搭载一些弦乐团，让它整体能融合到一块儿，然后中间再插一段电子的，这样至少在音乐上对他俩的合作也罢，或者说他俩的融合也罢，也是有一个交代的。一起消散吧，旧式的幻影。情绪音乐的设计呢，其实是我们崩坏星穹铁道音乐的创作亮点之一。比如说，主角团打败史瓦罗回到上层区去机械屋的这个过程中呢，它就需要一个比较模糊的情绪音乐。糟了，我忘了老弟说今天会来，你们快找地方躲起来，我来应付他。如果做的音乐太重的话，这个情绪就太过了。它其实是需要一点小小的危机感就可以了。我之前就做了一版特别重的音乐，我会加一个这种比较重的鼓进去，做出来是紧张的音乐，但是会把主角团显得特别的像坏人一样。最终呢，我就发现，其实这种情绪音乐，它就只需要一点小的打击乐器和小调的旋律走向，它就可以去体现这种比较模糊的小紧张的感觉了。你今天真的很不正常，你真的清理过屋子吗？
不会又在搞什么被禁止的研究吧？我们做这个情绪音乐的设计的主要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让剧情和音乐的适配度能达到最高。我认为《星铁》它就像是一部可以玩的电视剧啊，剧情所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就比如可可利亚 BOSS 战的这个整个过程的设计，那真是百转千回。我们游戏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剧情，游戏音乐呢也要提供一些辅助，去做一个让人舍不得跳过的剧情体验。所以我就很希望做一个十分具有沉浸感的这种音乐。再来，你走。在做可可利亚 BOSS 战的时候呢，对我来说就像给一个动画电影做音乐设计，我们要去反复的斟酌，所以我把 BOSS 战的动画剪成了一个10几分钟的 demo， 然后把它放到了一个工程里去写。现在我们在看这个部分是刚进入永冬岭，也就是可可利亚 BOSS 战发生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音乐其实整体会比较庄严肃穆一点，就会有一种BOSS 大战在即，就是 BOSS 战马上就要开始的一种感觉。这里用了更多的是这种长音的设计，可以看到这个巨神像它就一个庞然大物，然后一开就出现了，然后这里要造成一种威慑感。第一场战斗其实使用的音乐有一些宗教性吟唱感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整体还是跟以往的整个第一世界的所有战斗音乐基调是比较相似的。然后包括在这里希尔出场，我又使用了一些地下音乐的元素。最后呢，主角在众人的帮助下爬上了这个巨神像的上面去，找到了可可利亚，开始最终的对决。这就是他的力量。就像这里屏幕上呈现的这样，这里是可可利亚的最终阶段。我们这里使用了宫崎老师创作的摇滚歌曲，然后来烘托整一个特别激烈的战斗的氛围。战斗到关键时刻，战斗场面非常大，和之前不是一个规格，所以音乐的转变也是合理的。那里的情绪很矛盾，人物冲突激化。这个情绪明显是需要一个比之前强烈的多的渲染。星河的力量与我同在，我是旧世界崩溃前的虫。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部分是在最后的一个 BOSS 战中，用了一首完全不同于之前风格的，有人演唱的这么一个摇滚的歌作为背景音乐。这首歌的创作是一气呵成，很快就写完了。我自己录 demo 的时候也很顺利，确定要用这首歌之后，我们也很快联系到了歌手进行录制。其实很多那种特别好的音乐，它的创作过程可能非常非常的快。I think it's good already. 就是这种一气呵成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在创作星铁音乐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不太会拘泥于刻板的风格，而是更加擅长去利用一些巧思，逐渐展开，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
去创造一个世界的音乐，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但有挑战才有乐趣，我们一直都乐得起。在星穹铁道中，开拓者们将来往于迥异的香亭世界，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世界间的区分度呢，也会比以往的游戏来得更大一些。让这些音乐在整个游戏内保持统一感与协调，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在每一段旅程中，开拓者们的际遇与心情都是独一无二的，让音乐与剧情产生配合，以恰如其分的存在感陪伴你，见证这场远赴星海的冒险，正是我们创作的重中之重。